医院门前这条马路啊，已经开通了。以前我记得是没有这条马路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上这座桥了。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右侧这条水道，这边呢还是横立岛，对面呢一整片地方啊就是横立岛间。这边呢也有很大的一块正在开发的区域。前方呢就是凤凰大桥了应该是凤凰一桥，它一共有3座桥吧，一路排过去。这边叫国际金龙岛，这是几栋大楼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第几次来到横立岛这个地铁站。从市广路过来转了一趟车，其实一共也就是2个站而已。然后看看从哪个地方可以出得去呢？这个地铁站边上因为拦了很多道，不知道为啥。现在已经从横立地铁站出来，骑到了马路上。横立站呢，就是位于横立岛上。我今天的主要目的地呢，就是横立岛。但是我先不忙先到它的周围骑行一圈再说。看到有牌子写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南沙医院就在前方。之前开车来过的，这边依然是一片工地，但是前面的那个医院的楼群但是已经都成型了，现在已经开张可以看病治人了，但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全部的科室都开放了，还是只是一部分的科室没有去体验过，就不太清楚。感觉医院门前这条马路已经开通了。以前我记得是没有这条马路的。除了医院的大楼呢，其实更多的就是那种居民的住宅，都是商品房。但是这些年呢，这些商品房掉价的还是很快，所以买得早的人，如果不是急着要用的，应该有了相当亏损。作为一个国家主导的发展的这么一种模式那作为国家来讲，也代表着所谓人民的利益。任何地方呢，一片新区的发展都会规划一些医院、学校、公共绿地等等配套设施吧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发展的模式。这个就像西方的一些国家的城区，它是用一种大家在这个地方买土地起楼，你就要付不菲的房地产税
特别是新的区域呢，它有个发展的税收，也就是说，你在这个新的一个区域里面，你大概要比别人多0.5%左右的房价的每年的地产税。那这些地产税用于干什么呢？就是盖医院、商业、这个便民的设施，当然还有孩子们受教育的机构、学校等等的。这个基本上就是两种模式，不外乎是哪一种？那中国呢，采取的是一种从房地产商那边把钱先收来，或者说从出让的土地里面呢，已经把钱先收到，然后呢就去规划这些公共的设施。有了这些好的公共设施呢，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到这边来居住。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逻辑。我的左侧对面呢，就是这个大的医院啊，好像这个地方还要建一个口腔医院呢。所以都是把广州的一些好的资源呢复制到这边，以支持这个区域的发展。这条路我还是第一次骑，因为以前来过这边都是没有开通的，所以这条路呢是一条崭新的马路。我不知道这个右侧这一组建筑群是不是口腔医院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果然是中山大学附属南校口腔医院项目的一个工程，一片工地，也是够大的，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产物。我们到这边来观望一下。我知道右侧呢就是一条我们之前走过马路，有一条桥，过来呢就是去到万顷沙。当然这是横路啊。以前这边呢基本上就是一条羊肠小道，但现在呢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条大道了。好，我们就去走一走啊，看看怎么能够上这个桥。好像是有一座便桥可以通行的。到了这边，我觉得我应该走错路了，应该要骑到桥上才对。这里应该还都是在横沥岛上啊，真的就是一片老的厂房区。感觉我还是走了一片冤枉路，好吧，知错就改，向原路返回啊。我是要走到右侧的这条路上去吗？刚刚走错了一段路啊，应该在这边上桥才行。
前面呢有一座上横立大桥。这边都是轰隆隆的大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，看是有点可怕。好在这条道上还有非机动车道给你画了出来，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。经过这条叫大园村的，刚刚我看看地图，还没到灵山岛，现在还在横立岛上，我还在努力向前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骑上这座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右侧这条水道，这边呢还是横立岛，对面呢就是灵山岛了。你看灵山岛上密密麻麻的住宅，我就是要到灵山岛上去骑一天。我的右侧前面可以看到有一座桥叫凤凰大桥，这桥呢其实是一条连接两个岛的近路，但是它不让骑行，所以必须走到这条桥上来，就有点费力，距离也会长一些。现在我下了这个桥，准备到灵山岛边去逛逛。好，我已经来到了灵山岛上了。这边呢已经经过10多年的开发，建了很多的住宅楼，原来已经成了成熟的生活街区了。这边已经建了一些学校、商业街道等等这边已经变成了新的城区的一部分。谁起的名字啊？前面有一条街居然叫静好街，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有人自我安慰岁月静好，岁月是不可能静好的。我也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往里面骑，但我想着两条路应该都能走得通吧。今天呢
纯粹只是为了出来骑一会儿，因为上午有事，吃了中午饭以后才出来。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2点多钟了，感觉必须要提高一些效率才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就从四广路搭地铁到番禺广场转一下，就这样的话呢，一共也就2个站就来到了南沙恒利站，这个是非常快捷的。现在呢，已经在云山岛了。好，我们就在云山岛随意的骑行一下。这个灵山岛，尤其是从现在开始的这个区块呢，被称之为灵山岛尖啊，这是一个小半岛。在这个岛尖上呢，就起了大家看到的那么多的楼房。紧接着呢，就又要开发它的外面啊，就是我的右侧，将外面那个恒利岛了。所以这边的开发呢，也是一片连着一片。貌似这边可以骑到更清水的地方。我的对面呢就是恒利岛尖了。这个地方是不通的吗？这个地方居然并没有路可去了，我们在这边望望江吧。对面呢一整片地方就是恒利岛尖，这边呢也有很大的一块正在开发的区域，我们等一会儿应该会到那边去的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就走吧。周末音乐会了，这个地方有个小的草地广场，音乐人可能周末会在这边来聚会吧。这里还有个小酒吧吧。你看啊，这边现在种了一大片的，就是那种异木棉啊。就它这个花吧，就跟木棉花差得太远，应该是跟这些洋紫荆很像，但是它比洋紫荆好像更艳丽一些，更粉色一些啊。就是这样的异木棉，它的特征呢，就是这个树啊，好像有很多刺棱的、尖尖的刺。我们在这边稍事休息，观望一下啊，这就是老百姓的天地了。今天还看了一个漫步纽约的视频，就纽约现在有很多像那种竹子楼一样的，就是他们那边的戏称，就是一根一根冲上天际啊，就有着100来米的这种高层的住宅楼，但是这栋楼呢非常之贵。普通纽约老百姓是负担不起的，但是纽约的城区以中央公园为主啊，它还是有很多休闲地方，这些呢不要钱啊，给老百姓保留下来的一片休闲的地方。我觉得一个城市发展啊，它必须需要有钱人去推动，同时呢也要让那些没什么钱的人能够过上日子。大家都有自己的去处就好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，就你看左侧一大堆的这些住房都早就卖掉，因为这些房子你看全部都有居民在里面居住的。
但是这房子呢，也不是普通老百姓、工薪阶层可以随便买得起的，所以这就是一种悖论啊。城市越是发展，环境越好呢，越贵，老百姓越买不起。所以政府要做的事，就是多建一些这种公共的绿地，让老百姓呢可以不用花什么钱，他也可以到这边来休闲一下。我觉得这就是政府的无量功德了啊！但是你如果说要让那种比较贵的房子硬是把价钱打下来，让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呢，这个不符合规律，最终呢就会把市场搞坏了。最后这有钱人就跑路，没钱的人呢更是买不起，因为他们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啊。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要掌握一个平衡，其实是需要非常高超的艺术的。前方呢就是凤凰大桥了啊，应该是凤凰一桥，它一共有3座桥吧，一路排过去。珠江口呢，水系发达，原来一直发展不起来呢，就是这种交通成本太高了，它必须要建很多桥，把这个区域连起来。那现在呢，政府下了决心啊，就是要把这个大湾区的中心南沙呢，真正的建起来，交通先行啊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些桥啊、路啊修好。那整个大湾区这些年啊，应该说这10多年来发展的这些大的交通工程啊，还是举世瞩目的啊。就像这种河道上的桥已经不算什么了，还有很多的这种跨海的桥，像深中通道，还有之前建的港珠澳大桥，还有现在正在建的狮子洋通道等等啊，都是巨无霸。据说呢，将要建的另外一座大桥是深珠通道啊，就深圳到珠海的通道。我相信啊，建成之日呢，就是把这个区域完全连成一片的时候了，可以期待一下嘛。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南沙最终会搞成什么样啊，因为目前来讲呢，这个计划经济的手还是伸得太长，政府的这种把控啊还是太强。这可能是影响这个区域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啊。这个里面有一个水边的钟楼啊，建的还是比较西式的，所以很多人会到这边来拍照打卡。那我就在他这边经过一下就好了。看对面横沥岛上也已经起了好多楼了。这个地方呢，以后应该会建一个2个岛之间的人行步道桥吧，但我不确定是这里啊。这边的这条路呢，我是骑行过的啊，应该已经有几年了吧。过那么久呢，依然空空荡荡啊，啥也没有。就这一座小钟楼在这边矗立着。感觉前面应该在搞一个什么大的工程了。我记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过江的隧道，从灵山岛间呢一直去到对面的横沥岛间，不知道建的怎么样了呢？
边还是建了一些坡道，可以让你不用下车，直接就可以骑上来的。今天我的目标呢，就是前方起了一个大家伙，但是我看看这条应该怎么才能够下得去。感觉这边还没有完全到，好吧，那我就从这边绕道。我说的呢，就是身后的科学会议论坛这么一个大家伙，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啊。在这个灵山岛尖上，我们过去表演吧。其实左右两旁呢都有很多地块还荒芜着，但我知道当年应该都已经卖了出去了，只是发展商没有心情建，或者一投入就要亏本，所以呢只能空在那个地方了。这边叫国际金融岛，这是几栋大楼，前面应该有一座是 RSC 啊，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啊，人员稀少，没有入流的商业。据说呢，在前面这座叫 RSC 的半空中有一个空中图书馆，但是我也没上去过，可能有些景观吧。我相信谁也不会特地跑到这儿来上图书馆吧。前面这座呢，就是这边的科技什么会议论坛中心啊。你看，他把脚手架已经拆掉了，雏形已建啊，但是感觉还没有投入使用，就是一种自来旧的感觉啊。你往近处看的话，就那个金属板的外面啊，都好像坑坑洼洼，很多伤痕累累，这不知道什么一个质量啊，真的非常差劲的施工的质量，而且真的看上去很陈旧，不知道清洁以后会不会看上去好看一些呢？这个马路的左侧里面呢，应该是要搞一条隧道，这是通到陆地的隧道吧。现在我围着这个科学什么论坛会只转一圈啊，
占地面积还是非常的广阔。它这种巨无霸建起来花钱，管理起来花钱，一年当中用的次数呢是极为有限啊。真的还不如做一些商业用途的广场，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可以到这边来休闲啊、消费啊。就这些真的是宏大叙事的手笔啊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你如果远看呢，这个边上是楼啊，都还是蛮好看，蛮现代啊。有很多绿化呢，搞得也不错。虽然又在进行施工，又一次破坏掉，但总有一天它也是会修复好的。只是呢，这个人没有，这才最大的问题啊！就好像建了一座空城一样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在灵山岛间的这个科学会议中心论坛门前来站一站，看一看这边的景色啊。最起码把这个草都铺上了，看上去初具规模的感觉。这个边上呢，已经起了很多年的漂亮的楼房啊，那现在实际上还缺少人气。那我们今天就把灵山岛间这边呢，作为我们到横沥这边来骑行的第一段啊。我们等一会儿呢，看看找路能不能回到横沥岛上，再到那个金龙会址中心再去转一转啊。大概就这么样一个打算，先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陪伴、跟随和观赏。我们一会儿见吧，拜拜。